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心锚，我是 Amy。一杯咖啡的时间，知识使你更有力量，更有魅力。如果你渴望拥有发自内心的快乐，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影片咯。你是否常常有设立目标，但却没有执行能力？或者是心里常常出现否定自我的声音？还是你有成瘾的现象，比如说烟瘾、酒瘾，怎么戒都戒不掉。另外，工作狂、月光族，常常刷爆信用卡，还是暴饮暴食等等。今天将帮助你了解这些行为背后形成的真相。为什么心里想着要上进，但做出来的行为却总是恰恰像鬼打墙一样呢？这些相反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一笔没有被认真清算的账。什么意思呢？从小到大，经过不断的学习，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有坚持到成功，就会收获自信与自尊。但是如果没有坚持到成功，也将形成心中的挫折感。这些日积月累的挫折感会越来越多，形成内在否定自己的声音，而日后将变成自我设限的框架。在想上进的时候，处处拖住你的脚，让你无法成就，让你无法逃脱厄运的循环。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小就杰出的人凡事顺风顺水，因为他们内在阴影比较少，比较没有自我设限的框架。而反倒是没有这么杰出的人，却处处碰壁。等到有一天他战胜自己内在否定声音的那一天，将会收获巨大的成功，变成人人眼中的大黑马。顺带一提，如果内在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把自己压垮了，就会形成后天的心理疾病，比如说忧郁症、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身边一个好好的人，一时之间没来由的突然变得颓废，身边的人并不理解，也帮不上任何忙，只能陪伴。那我们该如何看穿这些内在否定的声音呢？我们该如何清理这些内在否定的声音呢？如何消除过去负面业力，重新塑造自我价值呢？这里我们提供几个方法，帮助你战胜内在否定自己的声音。在讲到这几个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是如何被这个内在声音拖住脚的。大致上可归类成3种行为：一、成瘾的行为，自我放纵，比如说暴饮暴食、工作狂、刷爆信用卡、月光族，甚至以债养债；酒瘾、烟瘾、药瘾、游戏沉迷等等情况，都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因为长期的自我否定开始麻痹自己，这时候就会有成瘾行为的发生。各种成瘾的现象其实是逃避现实，麻痹各种感官，逃避痛苦，追求虚拟的成就感。第二种情况，自我否定行为，处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很烂，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不断无意识地讨好他人，贬低自己，或与拉低自己能量的人在一起，不断挑自己毛病，即便别人已经觉得自己很好了，还是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拥有幸福或美好的事物。第3种拖垮自己的内在声音，充满负面情绪。即使生活很安逸，事业很顺利，婚姻感情很幸福，但仍旧是开心不起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如果你有以上几种现象，就是被内在负面的声音拉低了能量。
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累积的内在否定声音所带来的一些自我伤害和自我毁灭的过程。这里提供了几个方法供你练习清理这些内在否定的声音。即便你没有练习，今天看了这个视频，帮助你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成因，也能对你有所帮助。第一个方法，放下，原谅自己与原谅别人。这里的原谅别人是为了要原谅自己，原谅那个在脑中不断重复失败景象伤害自己的行为。如果别人有做伤害你的行为，请你在这里设定停损，好让自己不再内耗，而有力量重新开始。第二个方法，重新找回能量，想起那些对自己带来挫折感的事件，和那个事件当中的自己和解和好，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不要苛责地对待事件当中的自己，训练自己转念并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方法当中，也许需要专业的老师或心理咨询师的帮忙。第三个方法，不责备他人，不怨恨他人。我们并没有这么伟大，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很难不去责备，不去怨恨他人。但是我们要能够理解，能够停止伤害自己的关键在于自己。这些不去责备，不再继续怨恨他人，实际上是为了救赎自己。不责备他人是为了转换能量，而不继续折磨自己。不怨恨他人也是为了转换能量，不继续陷入那低能量的怨恨磁场当中，不断的恶性循环。这里提供了这些方法，你可以反复的练习。经过反复的练习，可以帮助你消除挫折带来的业力，重新塑造你的自我价值，帮助你建立自尊，提高自信。而后你会发现，你成瘾的现象渐渐的改善，你也不会一直想要讨好他人，或一直挑自己的毛病。你会开始每天一点一点的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正面循环，你的内心会越来越干净，自我设限的框架渐渐消失。原来这些挫折背后的礼物，在清理的过程当中被你完全接收了。整合自己将为你带来更好的生活与热情。好的，希望今天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主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和想法，我们也会更多的衍生这个类型的主题，更深入的探讨。如果有感兴趣的主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下次见。